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在人间赵丽颖演技如何？封神肯定谈不上，但完成度很高。电视剧在人间已经大结局，我也写了关于大结局的个人观后感。总结起来，一句话，这是一部编剧实验性很高的作品，具备题材内容开拓意义，个人风格明确。在人间是把创作者徐冰这2个字打在公屏上的。也有朋友追问我，怎么看赵丽颖在这部在人间当中的演技表现？网上的争议我也看到了，无外乎又是2极分化式的对立。有说赵丽颖呆若木鸡式表演的，也有说赵丽颖凭借9分钟无台词表演封神的。赵丽颖是流量明星起步的，出现这种2极分化的说法也是必然。有人需要诋毁她，也有粉丝需要极力维护，可能也是因此才会有朋友问我赵丽颖在该剧当中的演技吧。我的看法需要分很多条出来。第一条看法，在人间是一部作品大于演员的电视剧。在人间是编剧徐冰个人风格很强的一部电视剧，这种徐冰的色彩在各方面呈现出来，是徐冰的光芒压倒了剧作当中所有演员的。可以说，剧作当中所有的角色都是从属于徐冰编剧的。在这样的剧作面前，如果大家专注于看剧的话，会觉得讨论演技是一个相对边缘化的事情，讨论徐冰在该剧当中呈现出来的创作风格和创作状态才是当务之急的。在这样的作品当中讨论女主角的演技，其实还是大家喜欢审判流量明星的既定思路。咱们惯常思路当中都是流量明星没演技，想要看到明星露怯。当然，讨论明星在剧作当中的演技，口空白牙是最容易聊的，而聊剧作的内涵层次则是相对复杂的。作为娱乐化内容的产物，聊演技就跟我们村儿大妈们聊小寡妇又跟谁偷情了一样，觉得刺激得很。第二条看法，在人间需要什么样子的表演呢？我们离开所有演员的已知表演内容，让在人间成为一个只有剧本的状态，然后重新设想这样的剧本需要怎么样子的表演呢？我的个人粗浅的看法是，这部电视剧走的是多义路线，这意味着很多表演桥段情绪是多义的，这对演员而言反倒不是表演难度，而是表演上的随意性。在具体的角色当中，演员顺其自然地表演出台词内容来即可，剧本通过自身去实现多义，而不是通过演员的表演。所以我们重新回到在人间这部戏当中来，什么样子的演员会把这部电视剧演砸了呢？反倒是那些过分会表演的人，比如宋丹丹这样的个人风格已经实现戏骨级别的，她这样的顶级实力派一出场就是宋丹丹自己了。反倒是赵丽颖这种没有过分明显个人风格的演员，用相对腼腆的表演方式去呈现角色，更容易实现角色内心的多义性。第三条看法，在前边2条的大前提下，赵丽颖的表演当然不能称之为封神，但其对导演要求的完成度还是很高的。说封神，那是粉丝们嚷嚷出来的；说很好的完成了导演的要求，则是不为过的。这部在人间其实是不太需要炫技的，演技层面上的炫技。该剧有着很多的意识流的内容，越是意识流，越平淡表演即可，没啥需要炫技的地方。在意识流的世界当中，角色是没有真实世界的对照的，对于演员而言，怎么演都是一次创作，都是瞬间成型的。这也便是为什么我说这部在人间不太应该讨论演员们的演技。硬要对赵丽颖的演技给出一个说法的话，我们只能说赵丽颖很好的完成了导演徐冰的要求，但是嚷嚷这样的表演就可以封神了，
还是差点意思的。封神的演技应该体现在像当中去。第4条看法，演现实主义作品才更容易分辨出演员的演技水平出来。在人间这样的意识流的文艺属性的作品是没有现实的参照系的，这样的作品和角色怎么演都是正确的。真正要看一位演员的演技，需要给他或者他找现实的参照系。所以很多走写实路线的影视剧作品才是观察演员表演水平的。在这个维度当中来讲，赵丽颖还有一些路要走。当然，她比很多流量明星强的地方在于，她已经在路上。比如合作张艺谋的第20条，她饰演农村哑女，已经是有那么一些像的意思了，比很多女明星都要强。再比如合作冯小刚的像《杨花》里边刑满释放的女性，也有一股子狠劲儿在，也是可以称之为像的。在驾驭现实角色方面，赵丽颖开始上路了，有自己真正的水平了。所以这位演员未来应该可以带给观众们很多惊喜。2. 赵丽颖人格裂变惊魂。在人间首播悬疑风暴席卷全网，镜面碎裂声中，赵丽颖饰演的贾小朵歇斯底里捶打墙壁，嘶吼着我到底是谁。这真在首播夜引爆热搜的癫狂画面，瞬间将观众拽入2024年最颠覆性悬疑剧在人间的深渊漩涡。这部仅8集的短剧，一上线便放出前3集，单日播放量破亿，弹幕刷屏悬疑剧天花板。起因源于观众对古装剧的审美疲劳。2024年初多部古装大制作扎堆，虽精彩却乏新意，悬疑题材如《白夜追凶》后鲜少爆款。制作方洞察需求，火速推出《在人间》，以多重人格相爱的科幻悬疑设定破局。拍摄地选在北京怀柔影视基地，实景搭建心理诊所与都市街巷，暗调光影烘托压抑氛围。赵丽颖饰演的贾小朵，作为男主徐天银坊式的副人格，承载剧集灵魂。赵丽颖的演艺生涯堪称突破教科书，从花千骨的仙侠女主到风吹半夏的商界女强人，再到幸福到万家的农村妇女，她拒绝舒适区，不断撕掉标签。心理学顾问透露，贾小朵的设定参考真实解离性身份障碍案例，赵丽颖为此闭关研读24个比例等著作，将人格分裂的脆弱与爆发力演绎得入木三分。银坊的徐天则暗合唐代多重自我哲学观，预告片里他透露贾小朵的镜头，折射现代隐私焦虑。首播3集层层递进。第1集，网约车司机徐天银坊痴迷乘客贾小朵赵丽颖，偷拍被抓现行。贾小朵为弃前男友张一山事，当街强吻徐天，反引斗殴。赵丽颖红唇墨镜的拽姐形象颠覆以往。第2集，贾小朵崩溃质疑自身存在，闪回画面揭示她实为徐天副人格，银坊颤抖着翻出人格日记，笔记忽男忽女。第3集高潮，两人格在幻境中对峙，科幻特效具象化一时战场。贾小朵私心质问：如果我是假的，我们的爱算什么？弹幕狂刷 CPU 烧干。题材融合《盗梦空间》式叙事，却扎根本土情感，岭南民俗元素穿插，如徐天祖传的护身符暗藏人格切换秘钥。导演曹盾长安12时辰班底采用一镜到底手法拍崩溃戏，赵丽颖 NG 20次抹出眼角血丝。短剧模式借鉴我的阿勒泰成功经验，8集篇幅去无存精，无注水剧情。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点评，剧中人格切换的声效设计如耳鸣尖笑，符合临床特征，堪称国产剧心理学考据里程碑。首播数据印证品质，豆瓣开分8.7，热词赵丽颖少女感登顶，48岁状态神似姗姗来了17，冻龄秘诀藏于剧组严格作息表，每日瑜伽2小时，素食餐单。当贾小朵的泪珠砸向镜面，悬疑剧的革新之门已轰然洞开。
你的人格面具是什么？留言抽赵丽颖亲签剧本。